热量不导出就变成了热聚集，结果就是前面高性能，后面高温限流，实测100瓦满载30-40分钟，温度就飙到80度左右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这个洛希的100瓦充电器各项测试数据全部都在咱们的主页，我把这个链接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看测试部分内容的可以去看一下。在它的效率测试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功率因数在110伏的时候可以到了1的位置啊，证明这个里面是有 PFC 电路的。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把它拆开，我们把这个内部的电路详细的给大家分解一下，看它的电路设计究竟好不好。喜欢我这种硬核测摘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来，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咱们话不多说，直接来拆解这一个洛希100瓦4口充电器。首先还是老规矩，拿个撬棒撬一下，看能不能把它直接撬开。焊接还是非常到位的啊，这个还是撬不动，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开。拿出这个充电模块以后，这个充电器为什么只有40分钟的100瓦输出能力，而且温度都是70度接近80度的温度？这里面黄铜把它全部包住了，把温度死死的控在里面。大功率使用的时候，内部的温度散发不出来的话，这个芯片不触发过温保护才怪了。看我打磨的地方，这就是妥妥的黄铜片啊！这玩意儿起不到散热作用，它只能起到保温的作用，核心的温度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很多。取下充电器的2片黄铜板，内部做了绝缘处理的，这一片是灰色的导热硅脂贴。充电器的整体的电路架构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啊，初次级隔离很清晰，而且次级的话是用了3路独立的 DC-DC 降压电路，次级输出滤波还用到了共膜电感，所以说这个充电器的纹波表现很不错。2片麦赖片做隔离，硕大的变压器，桥式整流桥，2级 EMI 滤波，这个电路设计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这个温度的话不能迅速的散发出去，造成了它这个40分钟的定时器的一个满功率输出效果。然后我把这上面的胶把它清理一下，这个又是品控问题啊，刚才清胶的时候直接把这一颗 NTC 热敏电阻连着胶一起带出来了。还有就是次级这个地方也是清胶的时候连着这个2极管一起带出来了，如果大家买到手不小心一摔，连着胶一起就断开了，有可能会造成功率不输出的情况，焊接不到位，这都是品控问题啊。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，然后我把它全部打散，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这一款洛希100瓦4口氮化镓充电器内部采用了比较激进的架构设计啊，只要一颗主控芯片就完成了 PFC 功率因数校正和高压反击变换，属于典型的单极反击 APFC 结构。这样做的好处是元件少，成本更低。而在输出部分，它采用了 MCU 控制协调3颗协议芯片，实现4口输出。测试时纹波只有50毫伏以内，这说明这个充电器的滤波架构下了点功夫。但是100瓦功率输出只有30-40分钟，采用大面积黄铜散热片包裹住整个模块。想知道这个设计到底是神来之笔还是热在现场？继续看我后面的分析。首先是 EMI 滤波部分，进入电源的第一道关卡是由东莞贝特电子出品的932系列慢熔保险丝，规格为 3.15 安250伏。贝特电子2011年成立，主要从事保险丝电流保护器件生产。接下来是2级共膜电感的结构，第一级为环形磁芯共膜电感，第2级则是扁平铜带式扰制，能有效滤除插膜和共膜干扰，增强充电器的 EMC 性能。安规 X2 电容由东莞晨曦电子提供，容量为 0.56 微法，耐压275伏。晨曦成立于2006年，专注薄膜电容和安规电容的研发生产。这个充电器采用的是整流桥堆，
型号是 GVU2510，规格25万，蓝牙1000伏。这个桥队的厂家没有查到。高压滤波部分用到2颗薄膜电容，一颗 0.47 微法，一颗是1微法，蓝牙均是450伏，由东莞台强电子提供，配合一颗滤波电感进行滤波，还有一颗深圳裕光电子的 6.8 微法，蓝牙400伏的高压电解电容进行功率因素优化和 EMI 控制。裕光电子成立于2007年，专注铝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的制造。单极反击 APFC 电路部分，这款充电器的核心控制器来自上海金丰明源半导体，型号为 BP3609。金丰明源成立于2008年，专注于 LED 驱动快充芯片反击电源控制器的设计和研发。BP3609 为一颗集成 PFC 控制功能的反击控制器，采用原边反馈，无需光耦，进一步简化外围电路并节省空间。驱动侧则搭配一颗来自深圳英诺赛科的氮化镓功率器件，型号为 INNO700D140C。英诺赛科成立于2017年，是国内氮化镓器件领域的先锋企业。其700系列适用于反击 PFC、LLC 等多种拓扑架构。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为22微法50伏，由深圳创汇电子提供。这家公司长期专注于中小尺寸的电解电容，官网没有这个电容的资料。这里还有一颗 S5M 的旁路保护2极管，确保氮化镓器件在浪涌和尖峰下仍可安全运行。主变压器采用多扰组设计，初级4角输入，次级引脚两并联输出。隔离与同步整流电路部分，隔离部分使用2颗陶瓷外电容，外加1颗蓝色的插件式外电容，确保整个充电器的隔离安全。2颗陶瓷电容均是来自四川特瑞祥科技出品，一颗型号为1681，另外一颗型号为1152，规格分别是680匹法和1500匹法。特瑞祥2010年成立，主要致力于高压陶瓷电容、外电容的研发与生产。另外一颗则是来自东莞的晨曦电子，这个电容的规格是471，容量为470匹法。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适应型号62110，实际型号 FAN6250M6X， 由安森美半导体出品，总部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，是全球领先的功率半导体厂商之一，成立于1999年。FAN 系列芯片在快充领域广泛应用。同步整流 NMOS 开关管的型号为 TM512N060L， 蓝牙的话应该是60伏，厂家的话没有查到，所以就没有具体的资料了啊。整流输出率部分继续使用深圳裕光电子的2700微法，蓝牙25伏的电解电容2颗，并且再加上1颗共膜电感，再次净化文波，然后输出端再加入1颗1500微法，蓝牙25伏的固态电容，进一步加强顺态响应。这个次级滤波设计较为全面，滤波电容的总容量达到6900微法，这也是这个充电器输出文波低于50毫伏的一个原因。MCU 控制与多协议输出，控制核心由中微半导体出品的 SC8F677X 系列的单片机承担。中微半导体成立于2012年，总部在深圳，是一家专注于8位 MCU 和电源控制芯片的本土企业。其 SC8 系列广泛用于便携电源数码周边。这个充电器的3颗协议识别芯片全部来自珠海智融科技，型号为 SW3536， 对应3个独立的升降压通道，3个 C 口，1个 A 口。智融科技2014年成立，已成为国产快充协议芯片的代表品牌之一。SW3536 是一颗支持丰富快充协议的双口快充协议芯片，支持 A+C 任意口快充输出，支持双口独立限流，最大功率可以支持到140瓦。这也是这个充电器3个 C 口可以分别独立输出100瓦的原因。SW3536 内置还有最高7安的独立升降压变换器，3路升降压拓扑均采用的半桥结构，使用的是深圳瑞俊半导体出品的 RUH4040 NMOS 开关管，3路一共使用6颗，我们这里可以看到3颗，背面还有3颗。这6颗 NMOS 开关管的规格均是蓝牙40伏，内部导阻7毫欧，最大漏级电流40安。深圳瑞俊半导体2009年成立，是一家专注于功率 MOS 驱动器件的国产厂商。充电器的3颗降压电感外部都套有热缩管进行保护，而且3颗电感的规格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3路降压部分的前端均是使用的 MLCC 进行滤波，这边也是，这个也是。输出端则是采用3颗规格一样的固态电容，进一步压低输出文波。规格都是220微法，蓝牙25伏，厂家的话还是未知啊。另外 A 口这里还有一颗 G33N03 的一个 NMOS 开关管，但是这个厂家的话没有查到。这个开关管的作用主要是用于控制 C3 口和 A 口的功率分配。
3个小板上面一共4颗 R005 的贴片电阻，用于4个充电口的电流取样检测，配合 MCU 闭环控制，提升输出精度和安全性。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优缺点。这一款洛希100瓦快充充电器整体架构是典型的单极反击加 APFC 架构，用的是金风明源的主控，搭配伊诺赛科的氮化镓开关管，简洁紧凑，成本控制的非常狠。输出部分3路独立的升降压模块，配合3颗智荣的协议芯片 C1、C2、C3， 单口都可以输出100瓦功率，协议兼容性还是不错的，实际测试也能支持主流的手机快充。滤波部分相当对料，2700微法的电解2颗，1500微法的固态1颗，再加1颗共膜电感，文波实测可以压到50毫伏以内，表现堪称旗舰啊，但问题也不小。首先，它为了控制成本，没有使用光耦反馈，所有的稳压和闭环调节都靠协议芯片和 MCU 芯片，轻载精度和响应速度都要靠算法兜底。更大的槽点是散热啊，氮化镓、高压电容、整流 MOS 全部堆在一块，加上黄铜板散热片的全包裹，热量不导出就变成了热聚集，结果就是前面高性能，后面高温限流，实测100瓦满载30-40分钟，温度就飙到80度左右，这根本就不是室温高的原因，而是散热根本就没有做好。充电器的4个 USB 连接器内部舌片都是蓝色， Type-C 口外壳为不锈钢材质，不吸磁， A 口用的是铁质的外壳，220伏的连接线采用的是硅胶线，耐高温的，插头不吸磁，内部需要过电流的簧片，它为吸磁的一种铁质材料。壳体上面没看见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，我们后面做燃烧测试啊。这2片隔离片是用来隔离充电器的初级和次级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这一款洛希100瓦氮化镓快充，我们从实测到拆解已经扒了个底朝天，来做个全面的总结吧。首先，这款充电器兼容性方面基本没毛病，除了不支持 UFCS 融合快充之外，常见的 PBS 等协议都能顺利的触发。考虑到现在主流手机都在适配 PBS， 它的协议表现还是挺能打的。文波方面真的是这款电源的一大亮点，实测都是在50毫伏以内，属于同类产品中非常难得的表现。得益于它堆料厚实的滤波方案，通过拆解咱们也看到了，它是通过极限压缩结构和成本来达成的设计目标。采用单极反击 APFC 架构固然精巧，但加上这2块大气层级别的黄铜散热片，看着唬人，导热却拉胯得很，带来的就是热聚集的问题，热量出不去，时间一久就飘了。综合来看，这是一款适合短时间高性能输出的快充电源，兼容性不错，文波控制好，适合移动办公、手机快充使用。如果你长时间满载压榨，那就得掂量一下它的热控能力了啊！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车载视频内容的老铁们，记得一键3连、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来！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